合唱是那个跟小白，我们做了一个那个传统的中国京剧元素。哦，是怎么想到用这个元素的？因为最早就是街头游乐场，它这很宽泛嘛，不是说非得是说这个，比如说街上 freestyle 啊，我们怎么样才叫街头游乐场嘛？就是因为最早的京剧这个文化是没有戏楼的时候，是在街头卖唱，在街头唱京剧给达官显贵，后来才进的戏楼。然后我们就觉得，那你要追根溯源，这东西融入到中国元素的话，我觉得这东西那不是最早这街头文化就是这个。而且巧在它是西安，它这边有秦腔，我这边有京剧，一结合配上京胡，说那这东西还不街头吗？我这太街头了。然后就叭就扣着谜题，然后我们俩咔一写，滋儿家伙一下一弄，嗖家伙就全是拟声词。你们顺利吗？是很快就写出来了，还是卡着写的？写的特快，但是背词儿不顺利，你这还是记忆力问题。这人上岁数就心酸。对，你觉得你这次是直接冲上面，还是要打复活赛？不好说。我能说3个版本吗？到时候往正确的版本走。你可以。必上名人堂啊！不上我来这儿干嘛来了？好，老师下一版啊。嗨，那个就是只要不淘汰走了就都行。3个版本啊，回家我也接受啊，大家都这么强。到时候什么结果，老师就播哪个版本啊。这个别说那个淘汰了，我就得打名人堂，这就不好看了。就3个版本全播出来了。那太必然，那别，那是来吧，整一会儿。来，公胖呢，胖边呢？我这回就准备一首歌，那名人堂。哦呀，对啊，那舒服，那舒服。哎，你最近那个特别出圈，就是那个乡里边啊，乡里边啊，那个太好了，那个太好用了。我想下次有机会喊他演一个嘞，喊他小孩子。哎，润仔，那个你这次你这次是2个歌嘛，对吧？对，2个歌啊，2个都是啥歌？跟早安的一个歌，然后我们主题是那个命运的齿轮嘛，然后我们就准备了一个非常悲情的故事，他走具象的东西，我走在那个意象上的东西。那我觉得我上一把我杯莫停我都唱了，我觉得我来这儿最大的目的我已经达到了啊。但是你说就下一步怎么走，我就觉得就玩吧，因为我不像大家有这么丰富的舞台经验，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录音棚里面，然后没有这种高强度的录制跟演出什么的，然后突然一下进入这个节奏，就有一下没适应得了啊。就是你进入到这个状态还都非常快，可能表演出来大家会觉得还可以，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大提升空间，因为从我来这之后，我就是近距离看大家演出，我那下我就惊了，我说大家是这个水平啊，然后我就会有很大压力。谁？对你说嘛，谁让你惊了？我觉得辉子啊，因为我之前采访的时候，我就说上一轮辉子那个歌，我觉得真的修仙小说来讲，你就是到金丹期了已经是。小人物那首歌啊，对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感染力是感染力，但是它不一定是我会觉得很厉害的歌，但是你那个歌是让我觉得就是很惊讶，就是感染力加内容表达加说唱技巧，你融合在一起非常平衡的一个东西。然后我就觉得全场最高票当之无愧。哎，你是怎么整理出来这首歌的呢？因为我不是听完了之后，我是久久控制不住自己的那个状态，就是我就是有点被那个余温还在震在那儿。那你当时写的时候，你创作这个的时候呢，你的其实是一种在无奈当中有不甘，就是我从小到大，无论是在学校，还是后来我也参加过工作吧，还是在工作岗位，还是在任何岗位，就是如果大家评选，就比如说班里的最优秀的同学，还是岗位上最优秀的员工，还是哪怕进入到说唱圈的最优秀的 rapper， 我从来都不是会被人提到名字的那个。就是你永远都是那种好像你高不成低不就，比如说你最差吧，你也不是；说班里最闹的同学，你也不是；招老师讨厌的也不是。然后但是好的里你也永远进不去，老是差那么一点东西。然后呢，但是我又回想我这个30多年的人生经历，好像就是干什么事儿都是3分钟热度，没有一件事能长久的去坚持下去。唯独说唱，我觉得好像这么多年了，然后也是我会且人生中仅会的一件事了。如果我在我最会的这件事上，我还承认我不如别人，那我人生也太失败了。就是所以在这种当中，我改变不了大家的看法或者什么的，但是我不甘啊。
小人物又如何呢？小人物是可以做大事的呀，也是可以成主角的呀。因为这个状态是有的人是我不接受我不服，有的人是接受我不服，然后你是完全承认，但我也不服。我是承认的，但是服不了啊。所以那个才有力量嘛。就像我之前我录过一个节目啊，就是我之前录过一个节目叫《中餐厅》，哇，那是我录过最累的节目啊。怎么说？因为他洗碗，真的500个1000个那么洗，是自己洗，真的这么洗，哇，我现在都难受啊，说这个事儿，就是真的就是这么洗，就是因为你想啊，他节目。但关键他也都播了，他要不就加速，要不就中间交代故事，我也觉得也挺震撼的。我专门有跟这个制作人分享，我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他说，首先这件事情当下它是没有意义的，但是它对于你整个这段故事的感受是有意义的，是因为你做了一个超越自己本能的事情的时候。你自然就升华了，那种升华是你自己感受不到的，就是在比如说真的是让你们1个星期录5期节目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相信吗？你会发现人的那个本能和就是生命力，就一下全都绽放出来了，就是你是那种怒放的状态。洗了多久？我那都你会觉得就是人都穿了，就是你觉得。我干了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人已经出来了，进入心流了。对，进入心流，进入心流去了。我们讲的叫洗进去了，进入心流了，对，就完全就是你会觉得我人还在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其实我人已经是在干着所有的事情了，看着自己在做了这个事儿，反正也是个很奇妙的感觉，所以现在才能分享出来。艾森呢？这次是什么内容？我们跟辉子其实是一个主题里边，然后街头游乐园。然后，我们为什么选这个主题？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玩很重要，在我们的这个一生当中。我以前18年参加完比赛，我在北京住了5年，然后我觉得我那5年其实过得好像不是特别的自由和快乐。然后我觉得我一直好像告诉我自己，年轻不能玩，要少玩，然后应该是到。功成名就挣够了钱之后，然后才开始玩。但我后边我就慢慢的对原先的想法有了特别大的改变。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嘛，我觉得都是来感受的，玩也要会玩。当然很多人他是瞎玩不会玩，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消耗。但是保持一个会玩、爱玩、敢玩的心态去面对很多东西，哪怕是你的工作，其实它也不会让你感到那么多的包袱或者说压力或者怎么样。包括 Melo 其实也是，我跟他的点都一样嘛，因为我们都成都人嘛。他就会玩啊，他就是对，不就是玩吗？对，玩家，这甚至于说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玩家。我觉得这个你们这个组合还是，他们这个组合还追溯还有历史嘞，他们两个还有历史，对呀，他们俩还有历史，对。来，这个故事交给大奔来说。他们俩原来是一个团体的，对。在海尔兄弟之前，对，在 Melo 在海尔兄弟都是很初期的时候，他们俩原来是一个团体的，但后来又解散了。后面2个人又都一定程度上事业开花了嘛，慢慢的年纪大了之后，心都回归于平和了之后，你想到那种原来的事情了之后，他们俩就又走到了一起。对，所以这个还是有的追溯的，这2个人。还是个浪漫的故事，那是浪漫，圆满的故事，很圆满。男人之间的浪漫，对，因为成熟而又走回到一起。你知道我最搞笑的是，当时就是说唱圈闹这个矛盾比较凶的那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当时还出了一个歌，出了一首《Boom Bap》，那个副歌还是找 Melo 合作的，那个副歌里面最后一句就是 beef 不是那些恩恩怨怨，那是恩恩爱爱。我当时写了这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跟他在那之后就没有合作过歌，然后因为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然后我又想说一点话，然后我就给 Melo 发了消息，我说我们俩搞一个这个歌，然后他当时听了，他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他也就录了。然后当时那个歌发出去，大家觉得，哎，这2个人为什么会突然对，又坐到一起去了？是的，这就是这个音乐的魅力。刚才你特别说玩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啊，其实我们都在找这个好玩的事儿和把自己本身在做的事情变得好玩。这个太重要了，就是我在搞创作，还是我在上班，
对吧？我是主人还是我是牛马？因为你像我们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但是它成为了一份工作之后，它其实也会变得不好玩，我们也得找其中乐趣。我觉得人都要让自己做的事儿，在当下做的事变得好玩，才有生命力嘛。大门这回准备的啥歌？我2首，一首是跟 Shark 组队的，然后是改编了我原来的一首特别有意义的歌，叫《敬昨天敬今天》，然后我们把它加了一个版本，变成敬昨天敬今天敬明天。我原来写它是为了享受当下，但是我跟 Shark 组队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说还有什么是我们能向观众再传达出来一点的，就是明天即使你很迷茫，但你也请你相信明天也不会太糟糕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概念就一下变成三个阶段了。然后刚好 Shark 他又比我年轻嘛，他又像是我的明天一样，他有可能长大了之后，旁边有一个年轻的说唱歌手，他也有一天会这样跟他讲说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明天也不会太糟。就想给大家传达一点这种幸福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的主题是电子布洛芬嘛，因为我主要原来吃过，它还是个治标不治本的这种止痛药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做这首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永远不要再用布洛芬了，就是这种点。还真的，有的时候你要让它发生，就是之前我也是啊，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吃那个止疼药，你会发现它只是抑制了你的神经，对，但是你的身体的痛苦它是正常发生的，且它给你带来的那个后果会更严重的，所以你就接受它就行了。单人跟这个就比较有反差，单人我想的就是很久没有向大家展现我这种 real hip hop 底色了。什么是 real hip hop 呢？你觉得？就是帅气，就是做任何动作、行动、心态，站在舞台上的样子。因为我喜欢 hip hop，就是喜欢他的帅气。而且我觉得节目上面，它需要你展现不同的面貌嘛。如果一直都是一个东西，大家也会看无聊。我也不想要这样，我到最后不能把这里变成一个班上嘛。我想展现说，哦，大家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过我。很 hip hop 的那种感觉了，我自己也很怀念那个感觉。其实你上一轮那个在那个高台唱的那个也蛮 hip hop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更消化完之后迭代出来更艺术人格我的 hip hop。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当初喜欢 hip hop 那种感觉，街上的那种感觉的。你们最想在舞台上呈现的大招是什么？我觉得有一种造，其实不是那种真的要嗨死啊全场那种造。我曾经在北京看过一场演出，全场有一半的人在哭，就是你甭管是哭还是就是在那儿抽泣。那首歌叫《他》，是较劲组合唱的，写给自己爸爸的，就是讲述一个父亲怎么把一个孩子抚养成人。你在外边跟人玩的时候，你爸那个洗菜的手还湿的，就都是这种歌词啊，全都是。然后他当时在台上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，说有的时候你们记住，这种造是要比那种hands up 的造更打到心里的那种咚咚咚。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就是当一首歌你唱完了以后，台下不再是那种欢呼，而是所有人在沉默、鼓掌、沉默、思考。那种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大招，它是另一个维度上的，没错，触及心灵。对，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我会觉得把它归为我的大招，是因为我还没有解锁出这个大招，我的东西还是太过片面了。我记得你有一年新说唱总决赛那个秃子吹萨克斯那个。我觉得那个我反正蛮感动的，但是我不记得你那首歌具体叫什么。对，就是他其实有点17年的那个情怀，他有在情怀这个事儿上去你讲自己的事的一个，对吧？其实，在我的这个视角，如果你并不是一个就是抛开所有情怀、抛开灯光、抛开舞美，只论歌，你能让人听完以后有这种感觉的，那个歌我做不到。哎，那个歌，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有点触动我。明白。但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差一些，就是还是得钻自己。就是当有一天能做出一首这样的歌的时候，我觉得。我反正于我的这个职业上我没有遗憾了，但是现在我没有这个能力。你现在已经有这个种子，你就等它吧。我觉得是这种。对，他就往那个方向走呢。有这个种子，绝对会能够等到就是这样子。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像他们就想成为最 fresh 最有下一个潘玮柏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这就你的种子。主要他们仨都做到了呀。没啊，还没。太帅了！我不是那个流派，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流派，我太帅了。找嘞。但是我觉得 hip hop 就是这种，哪一种都能够接受，因为 hip hop 最厉害的一点，它的主要的运用方式是采样。那采样这个词 simple 就是一个很全方面的事情，
就你可以踩摇滚乐，你可以踩电子乐，你可以踩民谣，你可以踩京剧，你可以踩所有东西。hiphop 就包罗万象。但是龚方，因为你的词和歌都很有内容，这是源于你的家庭吗？还是生活环境？我觉得这也属于我的种子吧。就是我到这个年代啊，就哪怕现在还有 rave， 还有很多 vibe 型的那种 hiphop 音乐，但我始终觉得你的表达歌词是最直接的。因为我觉得歌词就像是词典，任何人的歌词都是只有谁用这个东西。就像我们的灵魂是鸟，我们的歌词是树，那你一棵树是不可能束缚你的这个鸟要飞到哪里去的。这个鸟会今天在这里栖息，你觉得哦，这个鸟喜欢绿色的大树，可能这个鸟有一天又在花丛里面栖息。我觉得花丛、树，然后草这些都只是歌词，但是重点的是你的灵魂停在哪个地方。所以我觉得歌词是没办法像他们那样去评的。我是觉得。我一直觉得就是这几期，我一直觉得他的那个方法没对。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评论，你说，哎，我觉得你这个舞台，你可以往什么样子做得更好。我觉得这是有效的建议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有点干制造冲突的感觉。对，但是这可能是节目需要的。我觉得可能是节目需要的。对，是。我觉得他们的观点站不住。那就聊到 AI 这个话题啊，就是你们会什么时候使用 AI 和什么时候就绝不用 AI 呢？我减肥会用 AI， 减肥用 AI 很好，哎，推荐给你。你把你的身高、体重、年龄给他，然后他会给你算出你的那个热量缺口。然后你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吃这些菜，你把它夹到盘子里面，就是换一个习惯，因为我们平常吃菜是一口一口夹嘛，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到盘子里面，然后你就拍我这一餐现在是多少，然后他会直接帮你算出来大概一个，而且是大差不差的一个热量，然后会告诉你你还可以吃多少东西这种，我觉得 AI 这一点还是蛮有用的，对，真的有用，真的。你看我这个实际的变化就还是知道不？大文呢？我的大招，我其实一直很想，就是说，在台上演的时候能有那种进入那种状态，就是你又同时有好几种情感你都能够表达的那种状态。我有一次看 Kendrick 的有一次的颁奖典礼的舞台，就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神情是非常悲伤的，但是他那个能量又巨大，然后他唱的东西又是很激进的那种东西，然后同时他的所有的那种，你说是他那样子走着吗？那个格莱美是一个，但是我看的是应该是有一年新的格莱美的开场，他是康夫 Kenny 时期的那个留着辫子穿着那个唐装功夫服的时候的一个开场，他就一直站在这里，那整个眉头都是8字眉，一直在皱着眉头，就非常悲伤。然后但是你看他所有的整体舞台编排是精心设计过，他每一个动作都没有错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，就这个是肯定绝对理性的嘛，但是他又给你呈现绝对感性的那种状态。然后我全程从他那个表情开始，我就开始起鸡皮疙瘩，我就觉得如果我能演成这个样，那一定是我的大招。就你能解释很多情感在一个舞台上面，我觉得这就是作为台前表演者的一种幸运嘛，就是复杂的感觉。对，你一站在那儿，你其实就已经在表演了，你就已经在给别人诠释你这个作品了。Yes sir。就是今天这个人心情好，他可能关注的就是你那种完全很糟的那种点，或者是很激进的那种点。今天这个人心情不好，他就会完全关注到他那个给他诠释了另外一种感觉，就是哦，他在这种纷争里面，他其实像是一个有一种第三更高维度的视角，他在怜悯。他在这样怜悯自己的那种感觉，你也可以感觉得到。我觉得这是站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艺术家的一个 bless， 一个福气的那种感觉。就你站上去，你就能解释很多维度的情感。Yeah。所以我就觉得有一天，如果我能在某一种舞台上面演出来这样子的状态，我就觉得哦，这是我的大招，那我就可以称之为我是一个艺术家了。Yeah。那你让我想到这样子的，应该是那个卡野当。哦，他最近在荷兰的一个演出，其实我看的还蛮感动。你说是红衣服那场还是哪一场？还是他每一场这个都很厉害，我觉得。
top of the world。对对对，他这个就是他这一句话就变成了一个舞美，有点往这个年代的 Michael Jackson 走了。我觉得他不是在做巡演，我觉得他是在做整体视觉的一个巡展，就是这种感觉嘛，就是他一站在那儿，你一进去，他其实整个演出已经开始了。对，我觉得它是一体的，声音、视觉，包括一些体感上面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整体的，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歌手今天要开一个歌唱的演唱会。对，其实这个就是我在想说的大招，所有的东西融为一体。对，所有的东西融为一体。Yes sir。就你从走进去那一刻开始，他就表演就开始了。而且我看完他那一场，我甚至其实有一点觉得像看完了一部电影，就是你看电影。一开始 intro 带入，然后到高潮很激烈，然后到桥或者说结尾之后，你会觉得，哦，原来这好像是在讲这个东西，然后是怎么样？他盘盘上大招的。对，哪怕是他不唱，哪怕是他就放歌。他试听会有一幕我也很感动，就是他，我记得是第一次要发当打的时候，应该是第2场还是第3场，穿着全黑的巴黎世家的一场试听会，然后那一场是他躺到中间睡觉，然后再起来，突然一下。放的那首歌里面是有 Jay-Z 的 verse 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？应该是Jail 第一首歌。对，然后突然一下 Jay-Z 的声音一出来，就是你感觉 What the Dome 那个时期的回忆就全部涌现，然后 Jay-Z 的词又特别的直白跟打动人，他又说当打别担心，我在看着你儿子呢，就是这种词，然后一下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。期待一下吧，期待你们。因为你们看着这些东西，慢慢就会融入到你们的这个血液里面。是的，种子，这都是种子，我们心中的希望。某一天，胖别就在电视上看着我神情忧虑的，但是在那里唱一首特别狂的歌。那炸了。然后胖别就觉得我对了。期待。对，就觉得我没有，我一直觉得你挺对的。就觉得我对了，就是。上次那个在那个台上那个高台上面唱那一首，我觉得也挺对。这一次这个舞台就是这样子，大部分的人都有点 off beat。都会有一点，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，你像上一次，我就是想要全情投入进去，我想给一个我第一次演这首歌的状态，因为我是对的，我觉得后面那种对，我想特别真诚的面对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。但我觉得我能改变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往回收的那个感觉，就是你还有理智存在，再收一点了，再收一点，你还有理智存在。就相当于这个其实你讲起来也很艺术嘛，就是你不能完全的沉浸到艺术的世界，你就疯掉了嘛，那你失控了，对吧？然后而且我觉得这失控往往就是那种借口，就是你不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的成色就能感觉得到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艺术家的话，你就不会让自己失控，那你还有残存一丝理性在，我觉得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我觉得那稍微有点失控，对，但是如果能往回再收一点点，我就觉得我会更满意。Yes sir。后面有着你们累呢，有着你们创作呢，有着你们展示自己，有呢。OK 了，那今天吃的不错，朋友们，吃饱了。OK， 祝大家一切顺利，后面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很顺利。OK， 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大利。OK。